飞云就是个方面都很完美的小熊吧，不仅长相绝美，脑子也是1顶1的好用。这天饲养员为了让萌妹活动身体，特地把好吃的笋笋放到了滑梯中间。飞云卡在滑梯边缘，伸长胳膊去够笋，反复尝试几次，却都还有一段距离。原以为这下萌妹终于能玩滑梯了，可她才不认人拿捏，直接把抱枕扔下去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到了笋笋吃，把周围的游客都惊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么聪明呀，对，这么聪明呀，用宝莲把它给。只用宝莲把它给打下去了。而第二天，奶妈为达到目的拿走了抱枕。飞云起身扶着滑梯，试图够最上面的一根笋，心想一天天的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了。紧接着，萌妹爬上木架，打算从上面去取，甚至还思考了下要不要扔最爱的小白象。但好在这次距离近，很轻松就到手了。就是说，飞云这智商高低得上个清华北大。都知道萌妹拳打金虎，脚踢妙音，殊不知打架也是要讲究技巧的。每当被妙音压制时，飞云就翻滚躲避，眼看外甥女越打越上头。隔壁金虎急得嗷嗷喊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！”只能说，如果胡子是联动第一话痨，那飞云则是乖巧聪明的美女学霸。一次，奶妈把苹果放到了闺女手里，萌妹想吃，却发现爪爪收不回来了。正当奶妈好整以暇想看她如何解决时，飞云却表示小意思，瞧好半天，随后就伸出另一只手把果果塞嘴里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把奶妈都给看呆了。果然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萌妹。当飞云挖坑准备干一件大事的时候，机智的他还经常探头观察奶爸奶妈的动向，毕竟万一被抓包还得被通报批评呢。而飞云不仅聪明，还是超治愈的熊熊。这天不知萌妹看见了什么，呆萌的望向天空，笑得超级开心，就好像那吃了毒蘑菇的云南人。清澈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丝愚蠢，只能说飞云这么可爱，拿小拳拳捶一下金虎怎么了？萌妹抱着小白象睡觉时简直美呆了，奶乎乎的小脸，白得要丝的毛发。就是说，谁敢信飞云其实已经14岁了？而金虎听说萌妹又在用美貌迷惑众人，又气又急的他也只敢拿飞云的玩具报仇。萌妹察觉小白象上沾满男雄味后气炸了，直接趴在通道内，胡子下班通道等你。深知打不过的金虎可怜巴巴的缩在树上，奶妈则从栅栏边给好蛋儿递各种吃的。只能说胡子在窝囊和受气中选了窝囊的受气，看来惹谁都别惹我们萌妹，不然分分钟拿捏回去。看到司汤圆抱住萌兰暖心安慰，才明白大熊猫的友谊有多感人。都知道萌儿是15届的独生子，并且还天生自带吸熊体质，小熊友们都喜欢拉帮结派揉捏它。有次可能是被别的小熊欺负狠了，萌兰独自趴在墙角里伤心难过。司汤圆察觉后，赶紧跌跌撞撞的走去，抱住萌儿暖心拍背安慰。两小只相依偎的画面简直萌化人心。虽然萌兰自小就被迫和萌萌分开，交由不同的干妈抚养，并总是搬家，但好在身旁始终有好兄弟陪着自己。当萌儿想要练习越狱技能时，庆小会跑来当三哥的垫脚石，并趴在墙角帮对方观察奶妈动向。虽然最终没能找到合适的越狱路线，但看着萌兰累到精疲力竭的趴在地上，庆小当即化身按摩师给她活络筋骨，给萌兰舒服的都快睡着了。后来萌儿不幸患上了骨髓炎，下巴红肿的他经常无精打采的趴在地上，庆小便温柔的帮他舔舐伤口，缓解疼痛。当饱受折磨的萌兰独自躲到树上后，庆大也会默默陪在身边给他梳理毛发。回到内舍后，还暖心的拥抱着萌儿，仿佛在说好兄弟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等到萌兰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后，他终于和日思夜想的伙伴见面了。小家伙们齐刷刷聚集在萌兰身边，庆祝萌儿终于摆脱病魔的折磨。当小伙伴出去放风玩耍的时候，奶妈把萌兰关在屋里，让她好好休息。可萌儿却想跟伙伴们出去玩耍，便哼哼唧唧的冲饲养员撒娇求开门。但奶妈担心萌兰的下巴会再次受伤，不顾这小子撒娇卖萌，坚决不肯答应。或许是因为萌儿卖惨的声音太大，小伙伴们闻讯赶来，纷纷出现在窗前，随后果断放弃在外场玩耍的机会，一个接一个的回到房间陪萌兰。果然，任何物种之间都有真挚的友情，而萌兰之所以能收获一众小熊友，绝对离不开她聪明暖心的性格。当年庆大越狱时被卡住动弹不得，萌儿赶紧上前营救，使劲拽他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终于营救出来。而当美奶妈想要抱走庆小时，萌兰和庆大会紧紧拉着不肯让他走，心想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3兄弟。此外，萌兰的好兄弟还有小雅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抢萌儿手里的竹子吃，即便地上还有很多小雅，也只喜欢3个严选。毕竟他知道萌儿从不会因此跟他翻脸，如此真挚的友情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？只希望所有小熊都能遇到有爱的伙伴，熊生每一天都要健康快乐，开开心心。四喜丸子过生日有多热闹？6月23日是双重喜庆的5岁生日，前一天虫洞奶爸天团就开始布置场地，放上了为龙送的大秋千及定制浴缸。不得不说，金主爸爸真的是用心了。生日当天，院长一早就挂上了横幅，并给四喜丸子准备了豪华生日蛋糕，以及成人酒杯上刻了熊熊的名字。不得不说，这仪式感让两脚兽都羡慕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寿星们闪亮登场，摸了摸新玩具后就被生日蛋糕吸引。紧接着几熊排排坐开始打麻将，画面和谐到根本不像一群成年熊。但虫虫身为组合中的搅屎棍担当，一天天根本闲不住，只想找点乐子。只见他吃完蛋糕后就霸占了新秋千，庆妹也想玩，却被一个大鼻兜直接打懵，随后就连滚带爬的去跟喜姐告状。
状，虫虫则翻着小白眼，一脸傲娇的表情。这天下迟早会变成我蓝虫虫的。而当瞥见哥哥啃完蛋糕趴在桌上休息时，倍感无聊的虫虫猪蠢蠢欲动，又想搞事情。只见虫虫身子一歪，就抢占了麻将桌。双总气恼之余，给了弟弟一个泰山压顶。可虫虫非但没有见好就收，还一掌甩过去，把措手不及的双双打得一脸懵。俗话说，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爆发。回过神的双双气势汹汹地朝弟弟走去，毫无防备的虫虫猪当即吓得一激灵。你不要过来啊！随后双双凭借大体格把弟弟挤了下去，虫虫猪无能狂怒，一口咬住对方大脸蛋，那架势恨不能把双总的皮套给扯掉。好在双双看在大喜日子的份上，始终强忍怒火，没跟臭弟弟计较。要是照大宝哥那暴脾气，早就把虫虫猪给揍出狗叫了。只能说虫虫不愧是搅屎棍担当，不是在撩架，就是在去撩架的路上。其实虫虫猪的名场面还有很多，小家伙不仅凭借考拉预兆火遍全网，玩起秋千来也是一把好手。只见双总和喜庆姐妹正在喝盆盆奶，虫虫猪突然荡着轮胎秋千闯入镜头，小家伙满脸笑意，别提有多悠哉了。就是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岁月静好，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真快。从小用一个姿势喝奶的4小只，如今已经5岁步入了成年，不知未来还能在一起多长时间呢？但只要每只小熊都能健康快乐，相信姨姨们也都放心了。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饲养员不顾危险拯救大熊猫的场景。当时的卧龙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，剧烈震动使巨石和山体源源不断的压下来，短短几分钟就让基地遭到毁灭性重创。然而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熊猫饲养员们却顾不得自身安危，一个个逆流而上，朝着熊猫宿舍奔去，只想救出他们一手带大的熊孩子。大家都顾不得自己的那种咋说呢，生命嘛。长圈就是2厘米的跟他跳进圈。平日需要2位饲养员抬的熊猫宝宝，奶妈咬着牙独自扛到安全区域。有的小熊受惊过度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，饲养员就用食物慢慢将其引导出来。而那些爬上大树久久不肯下来的小熊，奶爸就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安慰营救，把吓到瘫软的小家伙抬到安全区。因为塌方的山石掩埋了一部分兽首，心急如焚的奶爸们直接用石头砸穿墙壁，救出了当时只有1岁的哪吒宝宝晴晴。好在小家伙只是被吓到了，并无大碍。那个圈舍塌了一半，就剩了一小半，他一直躲在一个小的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们就进去就叫他的名字，不怕晴晴，什么爸爸妈妈来了，你不怕，他就慢慢的安静下来，我们就慢慢接近他，才把他抱出来的。当时还有一只受惊过度的小熊华，有奶妈抱起他安慰的时候，小家伙害怕的紧紧抓着对方的脊梁骨，锋利的指甲都已经陷入肉里。尽管这钻心的疼痛令奶妈面色苍白，但她没有放下华袄，而是抓紧时间进行转移，并像哄孩子一样温柔哄小家伙松开爪。开始时候孩子很紧张的嘛，反正就巴不得就不从身上下来，你想把他从身上放下来不可能，他就一直把你抓着去，我感觉他在你身上比较安全一点。后来的时候就觉得那熊猫真的很烦，就像不会说话的娃娃那种感觉，他在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东西恐惧。而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行动中，基地内63只熊猫有61只被安全解救，其中1只遇难，1只失踪。不幸离世的那只熊猫名叫毛毛，它在地震来袭的第一反应并非逃跑，而是去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可惜被垮塌的墙体砸中，去世时才9岁。可以说没有这些奋不顾身的饲养员，就没有如今日渐壮大的熊猫种群。别看他们平日里肆意撸猫，令猫粉们眼红，但一遇到危险，他们也是真赶上。前段时间神树坪被泥石流堵塞道路，奶爸奶妈都是徒步跨过泥泞和乱石，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工作岗位，还会特地拍熊孩子的照片跟粉丝报平安。等到神树坪重新开放入园后，肉眼可见滚滚们精神抖擞，状态极好，就连假孕中的福宝都感觉更娇俏了几分。可见我们的奶爸奶妈有多认真负责。而也陪工作组的人就更辛苦了，不仅要每天翻山越岭的给熊猫母子投喂，还要在极端天气下亲自去确认孩子的安全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河流的汹涌和危险。没有责任心和爱心，哪里能坚持下去？这群饲养员也绝对值得我们认可和尊敬。